运球就看 Uncle Joe， 战术就学 Coach 陆。大家好，我是非官方鲈鱼双胞胎兄弟 Fish 陆，欢迎收看我的频道。我的宗旨就是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长球。为费城带来总冠军是我的终极目标，季后赛没有任何压力。这是哈登在季后赛开打之前接受媒体专访时说过的一段话。那时候的哈登可以说是风头正盛，对于自己的又一次季后赛之旅充满期待。看到如此开心的哈登，不少球迷也是非常高兴，他终于从以前挣扎的那个泥潭中走了出来。但是实际上果真如此吗？从现在来看，哈登从未在季后赛中有过特别精彩的表现，打硬仗的状态更是堪忧。哈登完全没有展现出相应的攻击性，打暴龙的系列赛场均出手少得可怜，在主场本可以收下系列赛的第5场比赛，作为球队核心之一的哈登全场出手只有11次，这根本不是哈登这个级别球员该有的数据。而在少出手的情况下，哈登的场均得分也不达20，连恩比德都忍不住吐槽，希望他能增加自己的侵略性。当初费城把哈登交易来，目的是为了减轻大帝的一些负担，可现在来看，不仅恩比德的负担没有减轻，哈登看上去反而是从一个泥潭当中又陷入到了另一个泥潭。那么哈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才导致他如此挣扎？这部影片鲈鱼就为大家分析。首先就是因为球队的战术体系原因。我们都知道，没有任何一个球员每球都靠个人能力去应接，绝大多数回合都是靠战术实现得分的。看太阳的球就能发现，保罗一定只打优势对位的球，而且保罗单打的时候，对手一定是不敢协防的，只要一协防，队友就会出现空位，而保罗就会把球送到空位队友的手里，这就是战术和默契的作用。而哈登的招牌利器是利用挡拆攻击对手的错位，但在面对纳斯带领的暴龙锋线群，暴龙似乎没有哈登可以针对的错位攻击点。就像这个球，恩比德在给哈登掩护，把阿丘瓦换到哈登面前，随后全队拉开空间让哈登单打，阿丘瓦一直跟在哈登的面前。当哈登用他的招牌后撤步3分时，阿丘瓦扑上前很好的干扰了哈登的投篮，哈登单打不了 OG、巴恩斯、西亚卡姆、阿丘瓦这几个锋线。但这个回合面对移动较慢的塞迪斯扬，本身一次绝佳的错位攻击机会，哈登也如愿以偿地吐到了镜框附近。可来到了篮下后，范弗利特就站在内线协防位置上，因为范弗利特防的是塞布尔，他可以毫无压力地放掉外线的塞布尔来到内线进行协防，最终导致哈登突破失败。当然了，暴龙除了这些人，哈登打其他人还是能打的，像特伦特、范弗利特这2人对于哈登来说都是绝对优势的单打机会，可76人没给哈登创造优势对位的单打环境。就像这个回合，马克西在弧顶持球面对范弗利特，随后哈登马上上提和马克西手递手掩护，把范弗利特换到哈登面前。哈登本就可以在这面对范弗利特完成单打，可接下来恩比德又来给哈登掩护，然后又把又快又高的阿丘瓦换到了哈登面前，随后哈登突破抛投，被阿丘瓦盖了下来。我们再看这个回合，恩比德没有在场，这时哈登理应作为第一攻击点，可76人的球完全是由马克西主导，随后马克西突破没有机会，哈里斯外线投篮一个。在这个过程中，哈登又是全程在看戏，完全没有碰到球。这个回合，哈登同样站在右侧底角，可球在马克西手里，马克西直接就自己突破了，完全没有注意到底角的哈登。这就是哈登在76人战术层面的劣势。76人并没有给哈登创造很好的进攻机会，甚至有时候球完全不在哈登的手里。哈登在场上有时候作为76人第4、第5进攻选择，一个直球大核，你让他碰不到球，进攻端也不给他喂球，哈登很难打出应有的表现。76人的打法和火箭有很大差别，哈登现在不像火箭时期那样是球队的核心点，所有球都围绕哈登打，而去了篮网，战术地位就下降了很多，到了76人就更低了。哈登这样的球员就是需要有球在手，需要出手次数来增强自信。现在是越不投越没信心，
完全不是一个巨星的打法，感觉就像是被困住了手脚。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老生常谈的问题，哈登自身状态的下滑。哈登也是很想打出侵略性的，可是在篮网时就已经做不到了。他很清楚自己的能力和处境，不然怎么会有机会，有大空位都不敢投篮。哈登在火箭时期的时候有多壮我们都知道，但是他离开火箭的时候就不是壮了，而是胖。可他去了篮网第一个赛季打得也很好，依然有能力利用车里去扛开其他球员上篮突破，直到季后赛脚筋受伤，后来他就开始减重。如今他已经没有火箭时期的爆发力了，身体也不壮了，突破进去没有扛人顶人突破的能力了，并且他的投篮也没有以前准。再加之联盟吹罚规则的改变，造犯规也不是那么容易。在哈登没来之前，76人最缺的就是关键时刻打关键球的人。马克西是个好球员，但不是个球星，很多球他是打不进的。恩比德的关键球能力，主要是因为他是中锋，是内线，关键球一有包夹就很不好打。而哈登现在在这方面已经不具备顶尖能力了。而如今恩比德的手指伤势又给76人蒙上了一层阴影。恩比德的健康直接决定了76人是一支什么级别的球队。首战和次战，76人轻松的就赢下了比赛。遗失暴龙主场后，恩比德在第3场比赛中完成了3分准绝杀。虽然比分很接近，但球队的状态士气依然高涨。在恩比德受伤之后，76人就连续输掉了2场比赛，甚至回到主场之后仍然未能一鼓作气赢下比赛。这就证明，当恩比德健康的时候，76人是一支强队，哪怕比分接近，他们也有信心赢下比赛。当恩比德受到伤病困扰的时候，这支球队就无法支棱起来，他们攻防两端的水平就会急剧下滑。所以在恩比德受伤的情况下，哈登的状态至关重要。其实哈登的情况已经无关到第1轮系列赛了，而是之后的比赛76人怎么打。哈登无球端游离于76人进攻体系，持球时效果时有时无。76人前几场比赛打得好，这和恩比德分出大量球权有关系，但出手多的球员都是哈里斯、马克西他们，哈登反而没什么出手权。面对暴龙的第5场比赛就是，恩比德因伤个人进攻大幅度下滑，角色球员也没什么手感，哈登又不怎么攻，导致76人进攻端完全没有声音。而在之后的系列赛当中，很容易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76人需要哈登找到自己的进攻状态，而76人也应该更多的给哈登安排更多的进攻战术。不管怎样，76人已经过了暴龙这一关，接下来继续加油吧，找到正确的打法。希望哈登做真的有点尴尬，毕竟欧文之前离队的声势太过于高调，只不过最后还是输给了超能力。这么做也无疑是为了自己考虑，他想去的湖人只能提供大600万左右的合同，而执行球员选项足足有3700万。有了这么多的超能力，足以让欧文妥协了。正如威少表示会认真考虑是否执行球员选项时，你会知道他不可能出现第2种选择一样，最后只能去执行球员选项，安稳地把钱挣到手。按理说，欧文执行球员选项留队，那么杜兰特就不该再有什么想法了，下赛季和欧文、西蒙斯一起好好打球就好了。然而，自由市场开启的第1天，原以为风平浪静的前夕，只是本赛季球员交易星星点点的征兆。没想到，这种宁静只是在酝酿着更大的风暴。杜兰特毅然选择生意交易离开篮网，绝大多数人都没想到这个消息能在自由市场第1天就被爆出来。如果要说欧文不执行选项离开篮网也就罢了，欧文都留了下来，杜兰特还想走，这就很令人不解了。而杜兰特这一决定也遭到了各方的谴责。想当初被称为天下无敌的篮网，哈登走了，欧文还不一定留，如今杜兰特也要求交易，这支篮网已经支离破碎了。那么这部影片，鲈鱼就跟大家聊聊这件事情。在说杜兰特这件事之前，我想先提一下哈登。哈登在赛季中期加盟76人，但哈登和恩比德的76人并没有在季后赛中更进一步，球队替补阵容场均还不到15分，成为巨大的隐患。
为了能够帮助球队补强，哈登在休赛期一直没有做出决定。而在6月份的最后一天，哈登做出了决定，他放弃执行最后1年价值4700万的合同，成为自由球员。但哈登这么做并不是为了试水自由市场，而是为了和76人敲定一份新的合约。而哈登这份新的合约起薪可能只有3700万左右，足足跟自己最后1年合同差了1000万。而这可不是直接放弃1000万，是每一年的年薪都会放弃上千万美金。按照规则，哈登本来可以获得起薪至少4700万的年薪，但哈登选择降薪留在76人。而哈登降薪之后，76人总薪资将低于硬工资帽，为76人带来薪资空间的最大灵活性。于是76人可以在自由市场把哈登的老战友塔克搞来，紧接着又把豪斯签来，让76人的阵容得以升级，在下赛季全力争冠。由此可以看出哈登的争冠决心，而他今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更早的进入训练。他在76人被淘汰之后的2周就开始了个人训练，并逐渐增加了训练量。而在这一切的背后，是哈登终于想明白了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到了职业生涯最重要的关键节点，从雷霆到火箭，再从火箭折腾到篮网，再从篮网折腾到76人。这些年下来，哈登的岁数不小了，而且还不断遭遇伤病，竞技水平不断下滑。留给哈登的夺冠窗口期真的只有这么一个机会了。这时候，哈登自己的选择与管理层各退一步，这样既有利于球队去争冠，而自己的未来也没有失去保障。哈登做人做事的分寸拿捏得非常到位，为了总冠军，他愿意牺牲自己，即使自己实力下滑，但他愿意接受这个结局，并和76人一起走向更光明的未来。但欧文还掉在自己的怪圈里，一直任性下去。如果欧文懂了这些道理，那么我感觉篮网也不至于到现在这个局面。再说回杜兰特，杜兰特申请交易原因大概只有一个，那就是虽然欧文执行了球员选项，但篮网依旧不打算留下他。杜兰特在得知这一情况之后，一不做二不休也要离开。篮网可能早就做好了杜兰特要离队的准备了。当篮网不准备给欧文顶薪，不再继续惯着欧文的时候，应该已经准备好了杜兰特和他们翻脸了。杜兰特希望篮网能满足欧文的需求，但蔡老板在这事上很强硬，要走可以，要顶薪没有。篮网已经成为了联盟笑柄太长时间了，超级巨星是夺冠的重要因素，而超巨能否为团队牺牲则是决定性因素。过去这些年成功的团队里的巨星，科比、诺维茨奇、库里、韦德、邓肯、字母哥，他们无一例外的都为团队做了不同程度的牺牲，最终也换来了好的结果。相反，在篮网3年，杜兰特和欧文变本加厉地企图掌控球队的绝对话语权，从教练到队友，从场上到场下，他们都想占据主导地位。欧文我行我素，兼职打卡上班，信奉宗教，季后赛挨饿，状态全无。杜兰特在场上倒是倾其所有，但他在更衣室和场下缺少交流和表达，纵容欧文放任自流，团队丧失凝聚力，这些实在不是一个真正领袖该有的状态。所以这一次篮网不再妥协了。在杜兰特提出交易申请后，篮网的总经理马克思第一时间在给杜兰特找下家，而不是选择挽留。既然都把事情摆在了台面上，你想走，那我就放你走，好聚好散。杜兰特选择了离开，不能说他做错了什么，只能是说杜兰特不想在这个暂时看不到未来的地方继续打球，他想要更快一点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话说回来，为什么杜兰特会在这个时间节点选择离开？我想和勇士夺冠一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杜兰特生性敏感，勇士夺冠之后彻底验证了闭环后的格林公式：你没来，我们就是冠军；你走了，我们还是冠军。而本赛季在勇士夺冠后，杜兰特成了许多网友口伐笔诛调侃的对象，甚至不仅是球迷，在 NBA 圈子里的媒体、球员都在讨论杜兰特。向来喜欢较真的杜兰特，看了看身边迟迟谈不拢合同的欧文，看了看除了打球可以做任何事情的西蒙斯，再看看身边这些帮手，我不等了。所谓的外界风评已经不在乎了，我就是想要冠军，不管用上什么手段，不管在哪个队。我们不能去说杜兰特的对与错，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杜兰特做的不算对，但这是他自己做出的选择。
而我们作为旁观者也只能静观其变。可相比之下，我还是更喜欢库里、字母哥等人的励志的故事，仅此而已。33岁的杜兰特能力依旧天下无敌，完美适配所有体系。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申请交易后很短时间内，联盟超过一半的球队致电篮网问价，谁不想拥有杜兰特呢？但这一次和前2次不同的是，他不再是以自由球员身份离开。4年1.94亿美元的顶薪合同下赛季开始生效。那些对杜兰特垂涎欲滴的球队，又能用什么样的筹码打动篮网呢？3年一梦，篮网幻想构建的王朝终究是乌托邦。天亮了，梦醒了，曲终人散。或许杜兰特和欧文都已经打完了在布鲁克林的最后一场比赛，以那样一种灰头土脸的方式。2019年的这个时候，杜兰特正式加盟篮网。3年后的今天，他和篮网的故事可能要正式结束了。说起来有点讽刺，但也有对自家后卫的自主进攻，更希望他们有着出色的组织能力。这也是过去篮网最头痛的地方，有着联盟最出色的得分能力，却无处可用。一直到哈登这场复出，篮网最大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当哈登上场时，篮网进攻终于不再便秘，曾经最让人害怕的东部霸主终于迎来回归。哈登也没有让我们失望，每一次的传球、战术布置，让篮网的进攻效率重回联盟第1的位置。很多人已经注意到，哈登距离曾经的得分后卫越来越远，得分已经是他比较次要的武器。这次改变却让他本季打出更具有统治力的表现。今天就让鲈鱼为大家解说哈登如何用传球就能轻松撕裂防守的。作为 playmaker， 不单单需要有很强的传球技术，更重要的是每一次传球都能直接帮助球队进攻。我们其实不难看出 NBA 有着不少传球较好的球员，他们会传出一些漂亮的传球，精准将球送到队友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合格的 playmaker。 那么如何才算得上是一名出色的 playmaker 呢？从阵地战来看，在对方已经落位防守下，作为 playmaker 的你依然能通过一记传球撕裂防守阵型，这才是 playmaker 该有的能力。这一记传球可能没有让我们为之感到惊叹，但飞在空中的篮球会像一张信封，向队友传递重要的信息。这个回合我们打这个战术，当队友通过你传球的位置成功领悟到对方的防守阵型是存在什么样的漏洞，他们就会做好各自的工作。所以为什么我们都会说，当哈登在场时，篮网角色球员更会打球了，这就是关键。比如说这一球 KD 借助克拉克斯顿的手递手挡拆， KD 拿到球后刚准备把球传给顺线的克拉克斯顿，却发现后者并没有机会，只能以一记不太成功的中投草草结束这一回合。但在一旁的哈登发现了马刺防守战术的漏洞，当 KD 拿球第一时间，克拉克斯顿防守人优先移动到 KD 的进攻路线上。尽管一旁的克拉克斯顿在第一时间就顺下禁区，他也没有急着去内线卡住克拉克斯顿的位置，而是当 KD 停球并做出了一个传球的动作，他再回头看一眼克拉克斯顿的位置，并把手放在他身上。也就是说，马刺的防守策略对篮网双星是非常重视的，哪怕是会漏掉他们的角色球员，也要看住 KD 和哈登。于是哈登马上将自己的进攻计划告诉了克拉克斯顿，后者也成功领会到哈登意思。我们来看看哈登这回合做出了什么样的改变。哈登过半场后直接选择将球交给外线的克拉克斯顿，自己则是带着防守向马刺中锋位置移动。当克拉克斯顿起速冲击篮下时，马刺才发现防守的最佳路线已经被哈登挡住，而前者已经杀到篮下，用自己最擅长的左手完成终结。从哈登传球到克拉克斯顿进球仅过去了5秒时间。这回合就是马刺的自杀式防守。当哈登把球交出去后，他们对哈登跑位过于重视，马刺这回合明显没有交代清楚。当哈登和 KD 去做掩护时，应该由哪位球员去补防？他们脑海中只有当角色球员挡拆时应该如何处理。我们看哈登这个传球一点也不亮眼，只不过是普普通通将球放在队友手中。但就是因为克拉克斯顿处于外线，和哈登接下来的动向清楚知道这回合由自己终结，哈登回归最大的效果就是篮网的内线球员更会打球了。在他缺席的这些比赛中，篮网的内线球员战术地位明显就变得很低，而且很难为他们创造出机会。不仅仅是安排战术，战术实施的时机也同样重要。那哈登如何向队友传递跑位时机的信息呢？答案就是传球。好比这球，先是哈登与 KD 的传导球配合，等到克拉克斯顿到篮下后， KD 一记传球让左撇子的克拉克斯顿顺利将球放进。篮网这一次进攻没有一记传球是无效的，
并且克拉克斯顿无论是篮下落位还是进攻选择都非常的流畅，这就是来自于哈登的精心安排。因为早在哈登半场持球时就告诉克拉克斯顿，我们这个回合如何打。大家注意看，当哈登后场拿到球时，克拉克斯顿回头看了一眼哈登，后者马上向他做了一个手势，并指向 KD 方向，这就意味着去为 KD 做无球掩护。当克拉克斯顿知道自己为 KD 做掩护时，他就已经很清楚这回合要怎么打了。篮网对于克拉克斯顿战术安排，多数会让他做完挡拆马上顺下，因为他的篮下威胁性是最大的。至于篮下的他怎么能接到球，就不是他所担心的事了，因为这个工作哈登与 KD 会帮你做好。就如我们所看到这样，借助无球掩护的 KD 接到传球后，马上传回给哈登，并完成了挡拆顺下，为的就是在内线接到球的 KD 吸引马刺全部注意力。当 KD 在禁区接到球时，马刺中锋注意力都在 KD 和篮网外线，已经丢失了对克拉克斯顿的盯防，让后者能够轻松接到球，打进2分。克拉克斯顿顺下的时机也非常重要，就像之前的跑位失误，由于过早顺下，导致防守及时的落回自己身边 ，KD 也没办法将球传给他手中。那他会根据什么信号判断他顺下的时机呢？哈登的第一次传球，从哈登传球开始到克拉克斯顿命中，篮网的进攻没有一丝丝停顿，整个过程都非常流畅，不动如山，侵略如火。只要发起进攻，就要追求快并高效。哈登组织并不只是复活内线球员进攻，他会很合理根据防守阵型特性，临场分析出防守漏洞在哪里。就像这球，篮网机会出现在了外线，哈登连续借助队友挡拆，跑到篮下底线，回传给挡拆队友格里芬，再传到外线空位的沙梅特，后者拿球3分果断开炮打进。马刺真的是疏忽了，才把篮网的外线漏掉了吗？其实马刺的防守阵型就是被哈登这一记传球摧毁的。我们注意看，当哈登借助2个挡拆后，移动到底线位置，马刺防守阵型普遍往内线收缩，但还是没有乱掉。直到哈登传球给格里芬，马刺德罗赞迅速补防，而一旁的防守要负责盯防剩下的布朗。马刺防守阵型已经乱掉了。哈登的长传能力同样非常出色，像这一球基地传球，直接穿越了马刺4名球员，精准地送到杰夫格林手中。这一天5加球必是榜上有名，甚至这一球让解说员出现了尴尬场面。勒布朗詹姆斯非常精准地找到了自己的队友杰夫格林，直到身旁人提醒，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口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登现在的组织风格和老詹真的很相似。难怪哈登回来后，罗伊发现他好像又有一点变壮了。当然，我说的还是他们的组织方式很像。比如这一球，篮网这一回合是由 KD 和布朗配合无球掩护，为 KD 创造3分投篮机会。但这个回合哈登很重要，当他去弧顶外线接球时，没有运球，而是站着不动。等到他接球一瞬间 ，KD 开始移动，并成功借助布朗的掩护，获得3分出手机会。那么为什么这球哈登很重要呢？作为 playmaker， 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当他站着不动时，他依然能保护好球，不需要多余的移动球，因为贸然的运球移动很可能会破坏篮网的进攻战术。他的每一次移动都会牵扯防守位置的变化，而当持球人站定时，同样给足了队友实施战术跑位的时间与空间。他们不需要担心等自己跑位后，持球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可能已经出现的空位，因为与持球人距离过远，战术也就失败了。NBA 中，勒布朗多数也会选择这样的方法组织球队进攻。当哈登在场时，篮网进攻不仅仅变得流畅，每个球员的跑位、切入时机明显没有之前我们所看到的迷茫。尤其是当防守做出针对性调整，他们也能及时改变球队的进攻战术。这一切都源自于哈登。当篮网这支球队角色球员能够给防守带来巨大威胁，这才是他们最恐怖的时候。希望这期视频能让更多人了解哈登是如何组织球队进攻的。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还没看够，想要了解更深度的战术分析，那就点点订阅，卢与我期待和你一起上球。